其实这个不是定于习近平一尊才有的事情，共产党统治从来如此。在中国，地方政府本来就是习惯于在重大事情上层层请示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那如果发生灾难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的责任在里面的话，更加会设法借着向上面请示而逃避责任。那么郑州是个省会，市政府向省政府请示就在同城啊，所以本身不至于太耽误时间的。因此在市和省管辖的范围内，郑州如果要采取的措施，应该采取的措施没有做，那就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了。那么这次郑州灾难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像它没有事先通过排空近郊蓄水水库的库容来减轻这个超大降雨的破坏，还有水库溃坝不可避免的也没有提前预警室内管制交通，再就是防止隧道淹水死人，是不是事先关闭隧道？这些事情郑州市政府什么也没做，坐等灾难发生。那么再往深处看，就刚才前面提到，郑州的城市规划本身有严重问题的，它完全没有考虑到超大暴雨会导致这个蓄水库大坝会崩塌，也没有考虑公共交通隧道可能被淹没这可能性。虽然呢，这不是本届地方政府一定是他们的责任，也可能是前几届政府的责任，但就算这次超大暴雨没有淹没整个郑州市，那如果我前面讲到郑州城市规划，它没有考虑过黄河南岸决口的可能性啊？如果那种意外事件发生的话，后果更加严重。那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说，在整个灾难发生前后啊，河南省和郑州市啊，它与北京的高层之间有哪些沟通，这我们不知道的。但我的看法是这样，在这一次灾难的防范，基本上是在当地政府权限可以做的，就他有能力做。比方讲，蓄水水库清空库容，水库溃坝的时候管制交通，封锁隧道，停止捷运，这些事儿都是不需要非要请示北京才敢决定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他不见得敢做，就是要在全市下令停工停学，大家在家不要出来，这件事情有可能需要北京报备。北京中国有个叫应急管理部，他就是负责处理这种事情。但是我查了一下，应急管理部其实没有多大权限，他也是一个转报资讯的一个传话人，他还要照例向国务院报告。那么这种行政事务当然本来不需要习近平来直接过问的，因为李克强这个总理实际上就相当于首席军机大臣，他是可以做决定的。那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大城市因为下暴雨要停工停学，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需要请示中央政府吗？比方说高雄市下大雨说我们今天大家不要上班，这要请示总统才能批准吗？这市长就可以决定啊，这本身是地方事务嘛。但在共产党国家，地方政府究竟在应急处理上有哪些权利？实际上我今天其实已经介绍到了，通过武汉疫情和郑州灾情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高度保密，第二件是严控报道。那这两件事，郑州市政府是严格按照中共的规定和制度做到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防止扩散蓄水水库可能溃坝这种信息也是属于必须保密的范畴。那么郑州市政府对蓄水水库要溃坝这件事也是高度保密的，所以也是执行了中央预灾要保密的这个制度的。但是高度保密也好，严控报道也好，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政权的形象，这是主持人一开始就讲到的。这种做法和解救民众的生死安全毫无关系。那遇到紧急情况，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不是有现成的法律或者规则可以遵循，说只要危险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依法依规采取措施呢？实际上在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这个中国，没有颁布任何危急状态下授权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如何防范市民安全受到威胁的这种法规，一条都没有。换句话讲，地方政府其实是没有权利自行决定全市临时停工停学这样的事情。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停工停学这样的防灾措施只要一宣布就会传遍全世界。那中共这样对这种政权形象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地方政府是自己不敢擅自的这个停工、停学、停交通这种措施，他不敢做。他要做之前，他一定要层层上报，一直到最高层，然后坐等指示。你像郑州气象局这次在暴雨到来之前，连续5次发红色气象警报，而且他的文件上明确写了建议停工停学，但是气象局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为他说了不算。那么郑州市和河南省呢，还是按程序逐级向上汇报灾情动态，等待指示。那北京的应急管理部也是按程序向更高层转报。那就在这个汇报、等待指示的过程中，水库溃坝了，水到淹没，然后大批人淹死。那这种事情是这次唯一一次吗？不是。我再讲一个真事，还在河南。这个河南1975年8月发生过一次大洪水，我不记得前面主持人提到的若干次洪水中是不是有这一次。当时是河南这个信阳地区有一批质量很低劣的水库面临紧急状态，因为暴雨的关系，需要当地的驻军呢到水库抢险，这个抢修这个通讯线路，还有运送防汛器材。那么当地的驻军是向他们的军方的上级发出特级电报，说这个把水库叫板桥水库，板桥水库水位急剧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了，有溃坝危险。那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接到这个急电以后呢，立刻就把险情报告北京的国务院了，但是卡住了。为什么？当时要调动军队，需要主管军队的邓小平下令。正因为邓小平1975年还有这个被毛泽东用来管这些事情，但是国务院的高层官员副总理接到电报以后找不到邓小平，打电话到邓小平家里，他不在家，问他女儿邓小平在哪里，他女儿不肯讲。邓小平干嘛去了？他到别人家打桥牌去了。就因为他打桥牌去了，电话不通，这个调动军队救水库的事情就拖下来了，然后当天半夜水库溃坝，淹死8万人。这个事故事后照样保密到今天，后来才慢慢一点一点透露出来的。那在民主国家，不仅地方政府你是关心主观你是民选的，你必须关心民生啊，而且地方政府本身也比较关心意外灾害的发生，那会有一些抢险预案。就算地方政府是不可能每一种灾害它都能预防完全阻止，但它至少会及时通知民众撤离，或者是尽量减少伤亡。那专制政权就不一样，首先他地方官不是民选出来的，上面任命的，所以他主要是对上面负责，没有指示他宁可不行动。那么高层更关心的是政权的形象，要把任何这个灾难造成的伤害他都会看成是对政权抹黑，所以他最关心就是灾情和灾难原因要保密，一定不许其中的细节影响到政权形象。这就为什么共产党国家一旦发生灾害，特别人为灾害的时候，当局肯定掩盖真相，不管民众是不是冤死。那么苏联当年发生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也是这么做的。那么这里我想再稍微讲一下，就是关于河南的民众。对专制政权来讲，民众只是他统治之下的工作机器和拥戴当局的顺民，所以专制政权会认为说，民众永远需要感谢当局给他们生存的空间，所以当局呢从来不会感谢民众顺从政权的言行，因为当局很清楚，对民众的顺从不是自愿的，是在当局的政治高压和对民众的严密管控之下必然造成的结果。那民众为了活下去就不得不顺从啊。那么当局也很清楚说，自己的专制统治始终是在民众心中种下不满的，甚至是敌视的这种种子。所以只要当局要是承认他有错，那民众的不满马上就会借机的爆发出来。所以共产党对灾难的态度就是说，宁可让民众送命，也不能让民众知道当局的罪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灾难发生之后，首先会保密，会封锁消息。那对地方政府来讲，这是他第一位的头等大事。那如果地方官员救灾不力，或者因为失职造成灾难，他只要能够有效的封锁了资讯，就算是将功赎罪，对高层来讲。那如果真相泄露了，那地方主官一定会被上面严惩。
不是因为他救灾不力，而是因为他这个损害政权的公众形象。那也许有人说呢，郑州人这个当中有人淹死了，如果真的是政府掩盖了，死者家属怎么会不站出来说话？这个想法是民主国家的人很自然的疑问，但是这种疑问拿到共产党国家去就很荒唐。因为在中共的专制制度下，民众如果想知道我家亲人为什么会死亡，他开车在这条路上开，怎么就死掉了？还是淹死的，在隧道里头？还有我家人亲人坐捷运，怎么就死在车厢里头了？遗体现在在哪里？怎么死的？亲属现在敢问吗？不敢问一下。郑州的警方不是在努力帮助遇害者家属寻找遗体，而是在努力寻找受害者家属，把他们管控起来。那么郑州民众的言行呢，也典型代表了中共统治下顺民的那种言行特征。就你很少看到当地人通过社交媒体对外讲说有亲属下落不明哦，可能遇难哦，这个还有就是中共已经公布的这个死难者的亲属也很乖的，很配合当局默默接受政府有关所有死因的解释。那些被隧道中泥水当中拖出来的车的车主亲属也没人站出来讲说，这政府要财产赔偿因为我们汽车可能保险不是全险不是全保险就是你会觉得民众很乖巧。我们的台湾的观众朋友们要明白，不是大陆的这些郑州的民众不想问不想谈，是不敢问不敢谈。他们害怕什么？他们讲出去泄露了政府要保密的真相，要祸连家属家里的人就业就会遇到地方政府知道的麻烦。所以中国的民众为了能活下去，有时候连冤死了都不敢喊冤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这一点，中国民众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不愿意对外面人承认这一点。所以从台湾到全世界各国，真正要理解身为中共治下的这种顺民那种压抑的痛苦和扭曲的心态是很难的。你如果只看到说中国有些人在那炫耀他们的物质生活，就以为说中国是个幸福的地方，那实在是太傻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他们对当局的不满是永远只能轻描淡写说两句指桑骂槐的话，而绝对不敢公开议论。对他们来讲，哪天如果当局祸害到自己头上了，他也只能暗在心里说我够倒霉的，仅此而已。台湾可能有些人会想说，中共统治下的民众但无非是不敢讲话罢了吧，大不了像现在的香港一样咯，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不是中共的统治不是只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那么简单这次郑州灾难告诉我们是说，共产党统治是会让民众无端送命的，而且送了命你家里也没有地方申冤，活该。去年武汉疫情发作，祸害了中国和全世界，结果我们看到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员没有受到处罚。这里面当然有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不是地方政府管得了的，像那个病毒的研制，那个武汉病毒研究所那是北京安排的。但是武汉和湖北地方政府在去年疫情出现以后，始终是严格按照北京指示在行事。北京要求地方一开始封锁疫情，地方坚决照办。这次我们看到河南和郑州地方政府做法和去年湖北的做法一模一样，封锁消息做得非常彻底，北京也没有指责郑州、河南地方政府官员。所以如果以为说这个像郑州这次2处隧道的灾难真相只会掩盖一时，恐怕非常天真的。很可能这个真相会长期被淹没下去。当地稍微有一点官方身份的人，现在多少都可能知道一点真相，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字半句。那么其实不光是这次灾难，以前中国发生更大的灾难多得很。我记得以前在节目里提到过，1959年到1961年，毛泽东错误的农村共产政策导致中国全国农村饿死3000万人。那我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一直到1969年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去当农民的时候，我还是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后来是在村子里面，和农民打交道时间久了，他们彼此熟悉，有点信任了，
他们私下会告诉我说，哎，我们村子当年饿死的多少多少人，谁家死几个，谁家是因为饥饿绝户，还有哪里哪里有人吃死人肉等等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不知道同一个县里面其他地方死亡的情况，饿死的情况。我一直到2000年才发现说，这个事件就是3000万人饿死这个事件，它的真相对中国现在大部分年轻一代完全隐瞒着。很多在那场严重的饥馑当中活下来的农民，几十年过去了，仍然不敢把家里人饿死在共产党手里的事实告诉后代。我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2000年曾经和一个在中国的一个朋友通过电邮，他在军方一个大学教书，出生在农村，他就完全不知道这场大饥馑，他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啊？饿死3000万人怎么会不知道啊？我说呢，这样你回去问你的父亲，因为我知道他父亲所在的地方饿死过人。结果他父亲告诉他没那回事情，没饿死。那么他就相信了，回来跟我讲没这个事情。我就得看历史史料，特别当地的他那个家乡的史料。然后他看了以后有点相信了，就回去再问他父亲，他父亲才告诉他说，没有错，家里那时候确实饿死人了，但是我是为了你儿子的前途啊，我必须要隐瞒下去，我不敢讲给你听，不然我讲给你听，你不小心讲出去就害了你啊，当局会惩罚你啊。所以3000万人饿死的真相，中国一直隐瞒到现在几十年了。郑州2处水稻里淹死人的真相，肯定也会长期隐瞒下去。